这出什么事了？骨头王，哎，你带几个弟兄跟着他们，连这班毛贼带赃物全给我送到县衙去。啊？好像是个病妇啊！大人怎么知道有赃物啊？要是没有赃物，那就见了鬼了。既然大人这么说，一定错不了。你去吧。啊，跟我来。大人，知县大人，启禀知县大人。天大的事情你先放在肚子里头，赶快给我召集3班的衙役去迎接提刑官大人。这么大的盗案，小弟肚子里放不住啊！盗案？什么盗案？今天一大早啊，就有人来报案，说城东的珠宝行昨夜价值2万两的珠宝被盗。小的怕惊动了大人的早梦，先随报案人去了现场勘查，案情属实啊。价值1万两，那可算是一桩大案了。正因为案情重大，小的不敢擅自做主，才保护好现场，回来请大人亲自去勘验呢。哎呦，天哪！怎么早不出晚不出，偏偏上面来查阅的时候出此大案呢？记住，这件事情绝不能让提刑官大人知道了，否则本知县和尔等公差们都脸上无光，懂吗？你赶快去找那个珠宝店老板，就说本县已经掌握了破案的线索，但是在破案之前，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。一旦打草惊蛇，让那盗贼跑了，那价值1万两的珠宝就永远追不回来了。吴大人，你已经有线索了？笨蛋，这不是为了瞒过提刑官大人吗？宋大人，请。请。哎呀，宋大人今日大驾光临，卑职是万分的荣幸。卑职虽然才疏学浅，但也深知洗冤尽报、惩恶扬善乃为官之本。吴大人坐。好。卑职受任这太平知县，凡时有余年，不敢说政绩骄人，但辖区内的百姓对卑职还是有一些过誉之言。不说也罢，不说也罢。不，吴大人，说吧。本官也想了解一下当地百姓对你是如何评价。说起来，卑职还真是惭愧呀。百姓们无非夸卑职爱民如子、清明如镜、断狱如神等等，诸如此类吧。但是卑职却丝毫不敢因受到百姓的褒奖而沾沾自喜，相反，卑职应该更加勤勉职守。卑职以为，吴大人，这县城之内昨夜是否发生了盗案？盗案？吴大人，你耳力如何？耳力？就是你的耳朵好不好使？卑职的耳目向来无疾啊。好，那你听，听见了吗？有多少人？10几个人，团伙作案。团伙作案？大人，走！大人，您所料丝毫不差。这伙人果然是一个盗窃团伙。跪下！昨天晚上，他们洗了城里的一个珠宝店，偷了不少珠宝银两啊，然后就你们就收买了这一青楼女子，假作病妇，将所盗赃物夹带在被褥当中。一大清早，行色匆匆，瞒过了守城兵卒，潜出城去。正当尔等兴高采烈分赃之时，柴门突然大开，官差衙役由天而降，尔等束手就擒。恐怕到此时，诸位还恍如梦中一样吧？你不是说神不知鬼不觉的吗？怎么他全知道了？这位大人，我等今日被抓，有一件事我不服。我不知道我们的计划事先被谁告密官府，还望大人给我们言明，也让我等坐牢杀头，图个明白。没有人向官府禀告。那大人怎么会知道的一清二楚呢？好，其一，
你让这女子假作病妇，夹带赃物出城，此计虽妙，但是有疏漏，就是这一头青楼女子的头饰泄露了你们的天机。吴大人，4个草莽大汉抬着一个妓女，一大清早出城上山，这岂不怪哉？其二，一个女子能有多重？他们4个人汗流浃背，气喘吁吁，如此沉重，还不是被褥当中另有夹带？其三，尔等一路之上紧捂被褥，如此细心的行动，出在你们4个草莽大汉的手中。难道你们真是怕这妇人伤风着凉？不会吧，一定是被褥当中藏着见不得人的东西。佩服，佩服！我等输在这位大老爷手下，也输得心服口服啊！方才本官刚听吴知县说，此地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尔等怎么在这个时候作奸犯科呀？不合时宜呀！捕头王，大人，走。哎，精彩，真精彩！吴知县，这民风淳朴的太平县，牢房里倒是人满为患。法不严，民不教，不得已呀。这些被拘押的都是该抓该杀的刁民吗？也有少量的疑难案件尚未具结，县事繁杂，实在是忙不过来呀。这一共关押了多少人？值狱官在。大人问您呢？不，好。大人，我问的是你。值狱官在。快把酋长拿过来查查。算了。把所有酋长一份不少，全给我送到馆驿去吧。值狱官，在。死牢内怎么能有探监的呢？启禀知县大人。你不知道今天提刑官宋大人要来查狱吗？你这是砸自己的饭碗儿。启禀知县大人，这个曹沫的刑期就要到了，老太太每天都要来陪伴儿子，那小的不让他进，他就要一头撞死，小的怕出人命，就让他进来了。快，把这老婆子给我带走！是。慢。打开牢门。沫儿，你从小就喜欢吃这个糯米糍，多吃点儿，明天娘再给你冲啊。老人家，您的儿子犯的是什么罪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我杀了人，我杀了王四。沫儿，你从小连杀鸡都不敢看，娘还骂你没出息呢。哼，想不到你现在连人都敢杀了。多亏了10年寒窗，苦读圣贤之书，想杀人就杀人，终于有出息了。娘，吴大人，这个犯人叫什么名字？姓曹，名沫。曹沫，你因何杀人？从实招来。我没杀人啊。曹沫，你见色起意，杀害王四，证据确凿，你敢翻供？不，我不反供，我杀人了，王四是我杀的，王四是我杀的。行好，别在我家门口吵吵嚷嚷的，行吗？宋大人，行吗？
是这样，此犯常常神情恍惚，胡言乱语。墨儿，你没事儿，不怕，有娘在这儿，我们什么也不怕啊。不怕。站住！这东西是宋大人让我送来的。哎，慢着慢着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些都是本县这些年来的牢狱囚账，是宋大人吩咐我送来审阅的。让他搬进来吧。哎，稍微等会儿，我真脏。你们俩快回去吧。回去吧。把上面的灰掸一掸。哎呵，这么多，今天大人又得熬夜了。跟着进来吧。好。你是谁呀？小的是本县衙门的书吏，小的姓唐，是按照大人的吩咐来送囚账来了。宋大人，这是本县10几年来的牢狱囚账，你看，一共是378卷，收条都给你写好了，你拿着吧。提刑衙门办事就是不一样，宋大人，那小的先告退了。这个人干什么来了？送囚账啊。不尽然，他好像有话要说。拍马屁呗。姨娘，要是你愿意，愿不愿意的都是你的了。3天后，你就是这儿的主人了。哎呀，说句笑话何必当真呢？既然这样，3天以后在下就登堂入室了。我早就知道这个女人不是个正经货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现在来了送提刑，看你还能逍遥法外！这是什么狗屁账？案情十有八九案由不明，有的至于3、5年，甚至10几年未能结案。刑狱之事乱到这个份上，大宋王法这不成了破网漏壶了吗？这不是？大人，都走，让我一个人待会儿。大人，这是县衙伙房送来的汤，扔出去！一肚子气，喝什么汤？大人，您今天1天没吃过东西了，您快点吃吧。哎，说实话，我还从来没有闻到过这么诱人的甲鱼汤呢啊！就是，这还是吴苗水亲自给您做的。这个吴苗水啊，刑狱之事乱到这个份上，熬王八汤他熬得不错，有这2下子当厨子就完了吗？当什么县官管什么人命案子？就是，一看着满桌的陈年囚账啊，就知道此公的官德人品了啊！说得对，不但是弄虚作假，还好大喜功呢。就是，哎，连我都能看出这囚账中藏有冤情。你说这个干食军禄、不为朝廷分忧的昏官，简直是罪该万死，是吧？就是，做官的，你说光想着自己的仕途前程，不以民命为重。对呀，为了粉刷政绩而弄虚作假，甚至草菅人命，真是该死。哎，你们俩干什么？唱双簧啊？火上浇油啊？我们这是釜底抽薪。大人，我们把你心里想骂的全都帮你骂出来了，您的气儿就顺多了吧？就是嘛。是什么事？我更生气了。其实啊，大人，你也犯不着对这位县太爷发这么大的火。官场上这类人还少吗？你要是都生气的话，还不得天天吐血？我们还得伺候您呢。就是啊。
我看着这堆糊涂账。今天咱们去大牢见到的那位老妈妈，不停地在我眼前出现，抹都抹不去。来，这是什么？你要找的？对，就是它。哎，英国，你这不是分得清轻重缓急吗？一拿一个准儿啊！英国，看样子你比某些个膀大腰圆的人脑子好使多了啊！曹沫杀王4案，丑5年8月审决，经刑部核批，于今年8月15日一律斩处。今天可就是8月12日了。大人是不是看出曹沫的案子是冤案呢？虽不敢断言有冤吧，但犯人翻供，咱们就不能不问。曹沫翻供了吗？那天我去大牢，我突然发问，他脱口而出怎么说的？曹沫，你因何杀人？从实招来。我没杀人啊！他直脖子喊我没杀人，这不就是翻供吗？可他马上又反口了呀。那是因为吴知县的呵斥。曹沫，你见色起意，杀害王4，证据确凿，你敢翻供？我不翻供，我杀人了。我突然发问，他不加思辨，脱口而出：那一声，我没有杀人，那是出自内心呐。当吴知县呵斥之后呢，他恍恍惚惚缓过神来，连连认罪。就是说，这出自他的头脑，前者出自内心，后者出自头脑，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？心里话，当然是心里话了。不错，哎，去县衙，把相关所有的卷宗跟物证全部拿来，我倒要看看怎么回事。哎，大人，怎么了？现在都这个时候了，县衙没人了，明天吧。什么明天？还剩3天时间，还有什么明天？去县衙，去喊，去叫，去敲门，去撞鼓，让那位大老爷拿着卷宗来见我。若敢延误，拿你是问。是。大人，吴知县，大人昨夜彻夜阅卷，卑职怎么敢偷安入眠呢？宋大人昨夜一宿没睡，卑职这一宿也没歇着，卑职是在彻夜的反省啊。卑职反省着，是不是有什么疑难的案子，卑职办得不够缜密，所以想请宋大人帮卑职推敲。我想来想去，还就是这桩曹沫杀人案。眼看刑期就要到了，所以想请提刑大人帮卑职辅正辅正。毕竟人命关天呐，大人请看，这是曹沫的案卷，这是物证。吴大人这是算准了我要批审此案的。吴某虽然才疏学浅，但是对上司的心思还是揣摩的8、9不离10。您的卷宗当中可有当日的尸检验状啊？有，当然有。既然是凶杀案，人命关天，卑职怎敢不按章程办呢？啊，大人请看。大人，你是想重审曹沫的案子吗？说的轻巧，重审。你没看见刑部批文上写着8月15日执行死刑，还有3天时间，3天呢。就算是我认为曹沫有冤，可是本案毕竟有人被谋杀。你说曹沫有冤，那真凶是谁？推翻提刑司核准的案子重审，
这简直是拿身家性命开玩笑。大人，要不就……你的意思是说，装聋作哑不闻不问？明知此案有冤，装聋作哑不闻不问，那就不是送提刑了。你这……那殷姑娘肯定是话里有话呀，那就听殷姑娘高见。我的高见就是依大人办案的经验，不听信人言，重回现场检验。哼，现场检验？案发都1年了，这风吹日晒，时过境迁，那现场还能留着证物，等着你现在去取呀？大人的意思是，大人不是说过，冤案之中，一个破绽就是一条线索吗？而现在显然大人已经找到了破绽。提醒大人，提醒大人，从这儿到王四遇害的河西村要10几里地呢，而且路又不好走，还是让卑职给您备个轿。你沿途给我讲讲案情，就不觉得路远了？哎，这大人，行，卑职就从头给您禀报。你我就在门外来个守株待兔。守什么？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宋大人，宋大人，咱们这一气走了10多里路，卑职的哮喘病都要犯了。吴大人，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。对，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。当时卑职接到报案，赶到现场的时候，那个尸体已经被打捞上岸了。什么人打捞的尸体？是河西村的一个李正，他姓谭，叫谭什么？传李正来见。快去啊！是。吴大人，此地显然不是杀人的好地方。宋大人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要是吴大人您的话，您会选择此地作为杀人越货的现场吗？宋大人，卑职就是再不称职，卑职也是一个断案的县官，我不是作案的凶犯。这种杀人的念头，恕卑职不敢想象。恕罪，吴大人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一个断案者如果对作案人的心理一窍不通的话，恐怕也不见得是什么高手。宋大人既然这么说，卑职领教了。吴大人，领教了。来，请过来。你看，沿此往上10里长堤，任何一个地方把尸体抛下去，恐怕尸体都会漂流到这儿。更何况去年盛夏是大汛，河水绝不会像现在这么干涸。宋大人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地方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？你说呢？姑娘，我们再等一会儿啊，再等一会儿。与其这么守着，我们不如敲门进去。姑娘不要性急，我们再等等啊。你瞧。姑娘，你看出什么名堂了吗？我只看她长得漂亮。漂亮女人就是祸呀。姑娘，你别误会了，小丽绝无指桑骂槐的意思。你知道这是谁的家呀？谁的家？3天之后就要杀人凶手。姑娘，你要知道这女子是谁吗？她是被害人王四的老婆，叫玉娘，丈夫被人谋杀了，可是老婆呢，却频频出没于凶手家门。姑娘不觉得这其中另有名堂？这可是重要线索。
我们这就告诉宋大人。走。不，此时县主正和宋大人在一起，小丽说话不便。这样，你跟我先回官驿，坐等提刑大人回来。小丽要条分细缕地对提刑大人说说此案之谜呀。啊，走。吴大人，你差人去叫死者的家属前来认尸之后，又发生了什么？当时有人说这个死者和城东的木耳商人王四有些相像，卑职当时就差衙役去唤王四的家属。原来王四家没有什么亲人，但却有一个比王四小了10几岁，而且长得如花似玉的老婆。他老婆叫什么玉娘？对。那天卑职也见了，樱桃口丹凤眼，一看就是个勾人魂魄的这个小妖精。天下女人，只要是女人便就罢了，何必偏偏还要造出这些漂亮女人来招惹是非？怎么打住了？因为事隔太久，卑职当时的情景好像记得不大清了。卑职想起来了。当时玉娘来到现场以后，是这样的。天下女人，只要是女人便就罢了，何必偏偏还要造出这些漂亮女人来招惹是非？宋大人，他们毕竟是夫妻呀。这玉娘当时撩开草席一看，就认定这就是她丈夫王四。可是案卷上说，曹沫杀人是因为他垂涎一位有夫之妇。对啊，曹沫对此供认不讳啊。案卷上还说，第一指证曹沫杀人的是一个姓王的媒婆。对，就是这个王媒婆，就是她陪着玉娘一起来到现场来认的尸啊。四郎，这是谁下的毒手啊？天哪，我只当是句戏言，谁知道他真敢下毒手啊！王媒婆的话让卑职听得清清楚楚，卑职当时就把王媒婆带回县衙，在堂上一问，王媒婆就说出了此案的真相。他说什么？王媒婆说，曹沫这个小子生性风流，在王四被害的前3日，他曾经找过王媒婆，他因为垂涎玉娘的美色，却让王媒婆给他们说和。吃好了再来啊！哎呦，做生意喽！好啊！王妈妈，你说搬金莲儿不下砒霜该多好啊！就是，这明里跟武大郎是夫妻，暗地里跟西门庆来往，岂不是好啊？是啊。哟，来啦！王妈妈最近生意可好啊？还行，说得过去。王妈妈，你给我称几个瓜，我该回去了。哎呦，我说玉娘啊，你家四郎不是进山收货银去了吗？就是回去，你还不是一个人待着？这个，您这儿不是有贵客吗？哎呦，他算什么贵客呀？
花花公子一个，给这个。哎，王妈妈，您说这话就有辱斯文了。我曹某人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儒家学子啊，你怎么可以说我是花花公子呢？那花不花的呀，也要看他那双眼睛往哪儿瞄就知道了。王妈妈，您老啊，向来是跑成人之美的大美差呀，你怎么摆起瓜果店改行了？还不都是你们这些公子哥们，想娶称心如意的美女，可又都舍不得花钱。我这老婆子呀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可事成之后呢，给的我这点煤钱呀，还不够我喝水的呢。这不嘛，借着这沿街的房子呀，开个瓜果店，多少呢也能补贴家用嘛。王妈妈，来，王妈妈，您要是给我做成了大媒呀，你看我会不会亏待您啊？好啊，看上哪家闺女了，报上八字来，我保证把人给你送上花轿。王妈妈，王妈妈，哎，银子您收好，我走了啊。我说玉娘啊，这四郎今天要是回不来了，你买这么多瓜不就都烂了吗？不会的，他今儿一定回来。走了啊。做生意的人呐，在家要算钱，那出门要看天，那可说不准。王妈妈，我们家四郎啊，今天是去东山收银款，不会耽搁的。再说，今天是我生日哦，他还说会来青岛给我赶寿面呢。怪不得呢。走了啊。哟，我这手绢儿哪儿呢？玉娘啊，你看这天快要下雨了，等雨过了再走吧。不了，这么近的，走了啊。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。谢谢啊。走了啊。玉娘，你慢点啊。哎呀，玉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来，慢点。谢谢啊。我来吧。我来，我扶你回去。下雨天得当心。谢谢。好一段风流佳话呀！哼，风流不假，佳话就不必了。大雨扑不灭的烈火，随后就燃起了邪恶的欲火。人呐，吴知县，王四那天外出是去收取货银的，对吧？王媒婆说过，但是没有说的那么十分详细。曹沫和玉娘在大雨中分手之后，转身又回到了王婆的瓜店，对吗？对呀。大人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他得让王媒婆替他做媒呀。对，正是。曹沫和玉娘头一次见面，两个人眉来眼去，就已经让曹沫神魂颠倒，欲罢不能了。于是他就回到了王婆瓜店，让王媒婆给他说媒。可是王媒婆呢，却泼了他一头冷水。王妈妈，我求你了，王妈妈，只要你能帮我遂得心愿，我曹某人一定大礼厚谢呀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你是个多情种子呢。看你这么认真，这倒也难得。可这件事呢，妈妈我帮不了你啊。要怪啊，只怪你命中没那个福分。你要是早2年认识玉娘啊，你们2个人呢是郎才女貌，天配成的一对儿。可如今呢，那玉娘已是他人之妻，我总不能让王四儿把老婆让给你吧？什么王四王八？我杀了他！你杀呀！
你这个读书人，说话也不怕咬了舌头。你要是有胆量杀了王四儿，不出3天，我就把人给你送到府上。王妈妈，一言为定啊！曹沫扬言要杀了王四，是在王四死前的前3日。正是。3日前，曹沫扬言要杀了王四；3日后，王四的尸体果然就浮在江中。卑职以为这不会是巧合吧？那个李正怎么还不来啊？大人，李正带来了。你就是第一个发现尸体前来报案的人呢？不是。哎，谭晓，明明是你向本县报的案，你怎么说不是呢？不，这县太爷您误会了，草民不是草民报的案，草民是说不是草民，最早哎呀，你颠三倒四的想说什么呀？二位大人容草民想一想，草民到底想说什么？对，草民呢就在那个水面上发现了死尸，然后呢，草民就到县太爷那儿报了案。但是大路上人来人往，肯定不是草民第一个发现死尸的。是你把尸体从河里打捞上来的，又没说你杀人，何来这么多废话？是，草民才疏学浅，说不好话，尤其是见到了提刑大人，心里紧张，就更是拙嘴笨腮了。河西村李正，你把发现尸体的初情从头细说一遍，记住，不要遗漏任何细枝末节。那天呢，我正在村里的那个巡视啊。这个我就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又白又胖的，我以为是死猪呢。近前一看是个死人，然后我就到县衙报了案。就这样。在什么地方？就在这儿，就这儿。那个，宋大人，小人没有一句谎言，否则天诛地灭。你说什么？小人大小也是个理政，如果是个平头百姓，我才不管这等闲事呢。好了，河西村李正，近日不要出远门，随时听候本官传唤。顺便跟你说一声，你可不是个拙嘴笨腮的草民，你是个能说会道的草民。你怀疑是刚才那位李正先杀人后报案，玩了个贼喊捉贼。要不然，刚才他为什么一再说不是他最先发现尸体？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？他杀人劫财在前，捞尸报案在后，主动报案，恰恰是为了掩盖其杀人的真相，对吧？没错，按常理，官府不会怀疑报案人就是凶手。他就是想利用这一点来掩盖真相。不过，有一点卑职不能自圆其说。什么？动机。李正为什么要杀王四呢？动机我就可以帮你圆。王四被害前是去收取货银的，他身上肯定带有不少银两。哦，那就是谋财害命了。可太平县怎么只问杀人不问劫财呢？宋某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既然有这么大个漏洞，何不以此为柄，推倒重审呢？不可操之过急。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不能让刑部改判已经判好的案子。刚才你说那位李正谋财害命，听起来很有道理。这世上啊，虽有许多意料之外的怪事，但细究起来，
无不在情理之中。本案要真实理证先杀人后报，他就要在上游，至少在3天前走不下10里，先杀人后抛尸，然后在河西村等候尸体漂流到这儿捞尸报案。有这么有悖常理的事儿吗？咦？大人，大人没叫你进来，你怎么就跑进来了？快出去啊！小的不是怕耽误了大人破案吗？大人，这位大叔有一条重要线索要向您禀报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你说曹沫和玉娘是通奸杀人？千真万确。如今奸夫归案，淫妇却逍遥法外，天理难容啊！那你怎么知道他们是通奸杀人呢？大人呢？我们大人好说话着呢，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大人，那小弟就班门弄斧了。大人，前朝山东运城有个淫荡毒妇，姓潘名金莲，与奸夫西门庆通奸谋命，毒死了本夫武氏大郎。你把这儿当说书场了？说的也太远了吧？不远不远。小弟这个古人古事，恰恰是为了省些口舌，直接本案真相。本案中的潘金莲，就是本地出了名的风骚美人玉娘。而本案的起因，都是去年盛夏，淫妇玉娘与奸夫曹沫相遇的那个下午开始的。西门庆曹沫一见美貌风骚的玉娘，顿时就神魂颠倒。小娘子，你走开啊！走。这位公子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就想知道娘子叫什么。潘金莲儿。您要是潘金莲儿，那在下是谁呀？你是谁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说小娘子，你等一下，您要是潘金莲儿，那我就是西门庆。哟，你是西门庆啊？怎么？我告诉你啊，公子，我可是良家女子，你少读那些歪的。歪的？快下雨了，我得去买瓜。传说啊，当年撮合潘金莲和西门庆暗中偷情的是一个媒婆。无独有偶，本案为曹沫和玉娘穿针引线的，恰恰也是个王媒婆。越来越俏喽！哟，我说玉娘啊，你可几天没上我这儿来了？这不是来了吗？赶紧给我挑几个上好的瓜。今儿啊，可累死我喽！王妈妈。哟，莫公子。您今儿个怎么想起来上我这儿来了？王妈妈，您老向来是跑成人之美的大美差呀，怎么开起瓜果店改行了呢？还不都是你们这些公子哥们吗？想娶如花似玉的美女，可又都舍不得花钱呐。看看，把这嘴唇都磨出茧子来了。可事成之后呢？给我这点煤钱呐，还不够我喝水的呢。这不是吗？借着这沿街的房子呀，开个瓜果店，多少呢，也补贴家用吧。王妈妈，来，王妈妈，过来。王妈妈，您要是给我说成一桩没事，您看我会不会亏待你呀？好啊，只要你肯出银子，老婆子我呀就一定成人之美，
哟，您呀，还是把银子收好了，小心给坏人骗去了。哎呀，我走了。哎，我说姨娘啊，你家四郎今天要是回不来了，那瓜不就都烂了吗？他赶不回来。这生意人呐，在家要算钱，那出门要看天，那可说不准。我呀，今儿过生日，四郎说了，他得回来亲手给我做寿面吃呢。哎呦，不过我这四郎今儿去的地方太远了，说是傍晚才回来吧。哦，行了，走了。我说姨娘啊，你看这天都要下雨了，等会儿再走吧。啊？等会儿再走吧。我这筐子怎么不见了呀？哦，筐子在这儿呢。玉娘啊，这天儿说下就下，这可是山里气候。我看您这身子这么单薄，这要是淋了雨，那可就不妙了。我看呐，等这场大雨过了以后，你再走，也不迟嘛。嗯？不用了，我们家呀就在那前面住。走了啊。哎，别走啊！这老天有眼，你还等什么？哦，哎，这成了好事儿，可别忘了我这媒人啊！我曹某人绝不食言。哎呦，哎呦！玉娘。叹什么气呀？怎么了？后悔了吗？我才不后悔呢。跟公子有这么一回，我死都瞑目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叹气呢？公子，你是不知道，你说我就嫁给一个能赚几个钱的人，在其他方面一点情趣都没有。你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？想不到像娘子这样容貌秀丽的绝代佳人，居然也有这么多的苦啊！玉娘，你别哭。曹某今日与你一聚，此生就不会再为别的女人那么动心了。真的啊？嗯。哼，你一个白面书生，我才不信你的话呢。哼，既然你和你丈夫过不下去，我们俩何不想出一个长久之计呢？公子，你可不是拿大话来哄我的吧？哼！哎，公子，你去哪儿？虽然我曹某从小连杀鸡都不敢看，只要能和娘子终身相爱，让我杀人都敢。就今天。
今天。我们家四郎啊，今天去东山收取货银，晚上回来的路上，你就把他给杀了。那曹沫虽说也是个读书人，可是他为了得到玉娘，却铤而走险，听从了淫妇之计，赶到了河堤。大人，小丽讲的是不是不够精彩啊？不，精彩，精彩，比书场里说书的精彩多了。就是多了不少添油加醋啊。你比如，奸夫淫妇在房中密谋杀人的话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你有听人私房的习惯？天下的淫妇她都一样啊。这话听来另有隐衷啊。不，小丽的意思是，万事总有个前因后果，而此案的结果恰恰证明了小丽推断的丝毫不差。宋大人要传王媒婆？对呀，他已经差人去了。王婆，本官听说那个玉娘可是个美人胚子啊！你们这些男人，怎么一提到女人美色，都是那种眼神啊？我出言不逊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不怕不怕，坐。哎，那玉娘啊，不但人美，她心也善。那好，那你就跟本官说说啊，这个玉娘和曹沫之间这点风流韵事，说说。要说那天呐，要不是我老婆子多嘴，就一定不会引出那么多的是非来。你说了什么？哎呦，临场大雨啊！让公子你呀，醒醒才好呢。哎，王妈妈，我听你这话里好像夹着骨头啊！啊？我老婆子当了大半辈子的媒人了，还能看不出你们这些公子哥们那肚子里的几根花花肠子？嘿，王妈妈，那你既然看出了我的心事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为我？你休想！你要是看中了旁人啊，老婆子我呀一定为你立成。人家玉娘可是有夫之妇啊，你可不要痴心妄想。哎，对了，王妈妈，那个玉娘的丈夫啊，到底是谁？就是那王四啊。王四？这都在同一个城里住着，什么王四王八的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这是城东，你家住在城北，那不认识的人多着呢。你们这些人呐，比不过人家的艳福高，就编些损话来埋汰人家，缺德！哎，王妈妈，我什么时候说话埋汰人家了？那你刚才说那王四王八的，那我问你，那王八是什么呀？那不是埋汰是什么呀？王妈妈，我本无此意啊，被你这么一说呀，倒真让人捧腹啊！来，对了，王妈妈，你说这个王四啊，他把那么一个漂亮的老婆啊，就一个人留在家里，自己常年在外边。我看啊，难保他什么时候真的成了王八，自己都不知道啊！啊，给你长嘴呀！你不知道，人家玉娘可是一个贤惠守夫的女子啊！啊，她才不会让王四当王八呢！净瞎说。是吗？哎呀，这个王四也不知道是哪辈子修的啊，居然比我曹某人还有福气。哎，该着人家就是比你强，人家有11个脚趾头，你有吗？哎，王妈妈，你乱说了啊！这人哪有长11个脚趾头的？人家王四就是比常人多一个，该着就是比你有福气。嗯，好。哎，那天啊，你替我传个话给那个11个脚趾的人，就说我曹某愿意出1000两银子，让他把玉娘让给我，怎么样？哼，你就是出1万两黄金，也休想夺人之美。那我干脆在半道上把他给杀了，让玉娘成为寡妇，我再把她娶回来。哎呦，你这个读书人，
你说话也不怕咬到舌头？怎么了？啊？你要是有胆量杀了王四，那不出3天，我就把人给你送到府上。那好，那就一言为定啊。我只当是句戏言，谁想到竟惹出这么大的祸呀！这么说，在你眼里，玉娘是个贤惠守夫的女子。反正啊，凭我老婆子的眼光，挑不出一点毛病来。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挑不出毛病的人，说不定就有致命的毛病。大老爷，您这话……今日之事不许对外人演讲，你也要随时听候本官传唤。去吧。是。大人，3个人说1个人的事儿，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，只有一个解释，就是每个人心里的动机不同。说说看啊，先说这个吴知县，他说玉娘，他就着重描述玉娘跟曹沫之间的这个眉来眼去，对不对？他要把玉娘说成一个百媚横生，让所有男人，当然是风流男人啊，一见就心猿意马的那么一个绝色尤物。他这是在给曹沫找杀人动机。唐书吏是为什么呢？他描述玉娘就一定要描述成一个水性杨花、不守妇道的淫妇，他巴不得让我把这个玉娘绳之以法。王媒婆跟他们不一样。王媒婆，你记得吧？她呀，也是说漏了嘴，她差点让玉娘牵扯到这个通奸谋杀的案子里去。她心里对玉娘有愧，并且想拼命的弥补，所以在她嘴里，玉娘就成了一个品貌无双的那么个完人。由此可见呀，这3个人说的玉娘都不是真正的玉娘。你说啊，英姑，到底谁说的才是真正的玉娘呢？我只知道，接下来您会亲自验证。哎呦，大人！大人，她就是玉娘，我去把她叫住。不，我们跟着她。大人，你把魂丢了。别吵！英姑，要是按卷宗记载的话，曹沫伏击王四就应该是从这儿出发的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大人，人不在了，跟丢了？丢不了，我知道他出没的地方，走。是我，玉娘，出什么事了？没事儿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让你这2天别再来了吗？这些日子多亏了你，我才活到现在。可摩儿的日子快到了，你不要再到这儿来沾晦气了。大婶儿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。你有什么话就说吧。大婶儿，咱们到堂屋去说吧。姨娘啊，有什么话就在这天井说吧。大婶儿，您为什么不让我进堂屋啊？老身不是说过了，不让你再来了吗？玉娘，玉娘。大婶儿，您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摩儿的时辰快到了，做娘的得有些准备啊。那你干嘛要准备双份儿啊？摩儿一走，老身我……大婶儿，您不能这么想。我能怎么想啊？娘，
如果曹大哥这个3长2短的话，从今天起，玉娘就是您的亲生女儿，让玉娘好好的伺候您一辈子，您就好好的活着。玉娘，你胡说些什么呀？您二位是？玉娘，太平县通缉你通奸谋命，现在只判了奸夫，对你却法外开恩，至今有人对此说长道短，你今日之举就不怕给人以嫌疑，受人以柄吗？是何方野鬼在此放屁？娘，我老人家，在下宋慈。有何贵干啊？听说老人家身体欠安，特来问候。哼，只怕老婆子消受不起呀。您就是人称包公在世的宋提刑官。玉娘，娘，玉娘，你别错拿金面贴鬼脸。老人家，在下不敢跟包青天相比，但是如果有人受了不白之冤，白白丢了性命，在下也不敢不问。我们大人为了你儿子的冤情，急得肠子都快断了，你们还冷言冷语的，也太不通人情了。啊，大人，申冤！来呀，给我打断他的手！滚！大人不可呀！可不是嘛，这条胳膊就……哎呦，这小子一下晕过去了！死了吧？人命啊！哎呀，怎么样？你还是从实招来了，免得像他一样再受皮肉之苦。你看看，你这细皮嫩肉的，可比不过男人的骨头硬啊！大人民女，我真的没有跟人通奸，民女冤枉啊！来呀！民女真的冤枉啊！给我上家！不，大人，民女冤枉啊！大人！家！你们这些作奸犯科的，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做都做了，还怕戴罪？其实你们如何通奸，又如何谋命，早已经在本县的眼里看的是一清二楚。可是你们就是死不认账，难道这大刑就好受吗？民女冤枉。走。四郎，四郎，玉娘，玉娘，玉娘，是呀。是你呀！你不会真信了那狗官的话吧？你相信是我杀了你丈夫吗？四郎，玉娘，四郎。不是啊，我曹某再怎么不成大器，毕竟还是一个书香门第出生的读书人。我从小连杀鸡都不敢看，
何以杀人呢？那狗官说我杀了你的丈夫，实在是过誉了。可我曹沫实在是该死了。我虽然没有杀人，但从我这张臭嘴里面的确放出过要杀你丈夫那些屁话。当时不过是一句戏言，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就是这么一句戏言，却让我惹上了杀身之祸，还害了你受牵连。我该死啊！你不必这么说。既然人不是你杀的，你这不也受冤吃苦了吗？我戏言惹祸是报应，可连累你背上谋杀亲夫的罪名，我心里事已至此，你再自责也无济于事了，不如忍着吧。事情的黑白总是会弄清楚的。就那狗官，他要是能分清什么是黑，什么是白，你我还会受那么大的苦吗？只要那狗官一天乌纱帽还戴着，这黑白就永远是颠倒的。你我素不相识，却要遭受这样通奸杀人的罪名，天理何在呀？天理何在呀？玉娘，我想过了，遇上这么个狗官，也是你我命中注定的结束。我想，明日过堂，就让我一个人把这个罪名承担了吧。啊！不，你不是没有杀人吗？一个官字两张口，他说是你杀的，就一定是你杀的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覆盆之冤，不见天日。不，既然你没有杀人，就要咬牙忍着，不可平白无故的去受一个死罪啊！我只有这样，我只有这样承担，我一个人把谋杀你丈夫罪名承担下来，那狗官才会相信你是清白的，你才有出头之日啊！否则，被砍掉脑袋的不光是我，还有你，明白吗？啊！曹大哥，曹大哥，既然你没杀人，你就一定咬牙挺住了啊！不可白白送了你的性命啊！万万不可啊！玉娘啊，不可！其实我出此下策，也不是完全为了你呀。你想想，我一介书生，从小受母亲溺爱，
我什么时候遭受过这样的严刑酷打呀？我要是再不承认的话，他们会把我活活打死。曹大哥，我想，与其被他们活活打死，倒不如一刀来得干脆呀。不可，我们不可！你不能白白送了性命啊！不可！芸娘，不可！你我素昧平生，遭此同伴，也算是缘分吧。不可！曹某只求你以后能够照顾我那可怜的老母亲啊！曹某在九泉之下会感激你的。不可，曹大哥！你说有人偷听你和曹沫谈话？我只是听见有人离去的脚步声。娘，这是谁的墨宝啊？不俗啊！这是我儿子亲手书写的。老人家，您儿子有一手好字啊！大人啊，堂屋还有，我带您去看看。芸娘，大人有话就在这天井谈吧。姑娘，大人去看看吧。英姑，这2具棺材，一具是老妈妈为儿子准备的，另外一具是老妈妈为自己准备的。这让宋某想起了我离家的时候，家母对我说了一句话。他说：“儿啊，是娘的心头肉。儿在外平安了，娘在家也就平安了。老妈妈是死都不想跟自己的心头肉分开啊。”宋大人，您要真是前朝的青天转世，能救救我儿子吗？老人家，您的儿子已经画押了，如果要想翻案，必须翻供喊冤。大人，我儿子是屈打成招啊！大人，吃饭吧。您还在想着那位老妈妈呢。哎，你说，人世间居然有这么一位母亲，是这样救她的儿子，发人深省啊！哎，您这画的是什么啊？哦，你看啊，宋大人，吴大人啊，有何贵干呢？是这样，刑部核准的行刑的日期马上就要到了，按大宋制呢，卑职应该奉命监斩。但是卑职又一想，既然宋大人正好在敝县查狱，所以卑职就想恭请宋大人一同。吴大人，宋某想夜审曹沫。莫非宋大人找到真凶了？没有。既然没有找到真凶，本案有疑点，就不能问问吗？能问。不过宋大人，您说过，是我确实说过，宋某不想推翻刑部核审的命案，但是现在发现有冤情啊，宋某改主意了，不可以吗？啊，可以。
不过宋大人，说起真相，这真相不是很清楚吗？我看未必。吴大人，我们姑且不说您这个卷宗当中漏洞百出，宋某问你一点：王四出事当天，他是去收取货银的，那么他返程的时候身边就应该带有银两，而发现尸体的时候呢，分文未见。吴大人，您卷宗当中只问了一个杀人劫色，可没问杀人劫财呀。在下可以重新问问吧。卑职开始也想到了是谋财害命，可是自从凶手归案之后，他自己招供的是杀人谋色啊。所以啊，吴大人，这得重新审理啊。哎，宋大人，刑部的批文是8月15。吴大人，不是还有1宿半日吗？那就要宋大人在这1宿半日之内抓到另外一个真凶，否则您推翻了刑部核准的命案，这后果我非常清楚，削官丢职，赔上身家性命。宋某认了。嗨，宋大人，有一句话不知卑职当讲不当讲？吴大人但讲无妨。宋大人，连犯人都不想翻供，您又是何苦呢？吴大人，恕我直言，宋某就是要重新审理。可这……吴大人，您的意思是想让宋某去狱中提审曹沫吗？不，卑职这就去提犯人。宋大人，告辞了。多谢。有空常来啊！哟，这位爷去哪儿？啊，怎么，你也想进来玩会儿？哎，这位爷，什么时候把你抓的那几个哥们儿给我放出来？你可是姑娘我的常客呀！去。哎，去。姑娘还认识我吗？像你这种玩了人却赖账的无赖，100年也遇不上一个，画了糊我都认识。哎呀，你就别提那件事儿了。要不是你们这儿偷鸡摸狗的人多，大爷也不至于付不上银子。哼，那听你这么说，今天你是带银子来了？今天我先付账。哎呦，王大哥，来，里边请，来呀！哎呦，我可想你呢，来，进来。知县大人，分明都已供认在案，为什么还要夜审呢？哼，今夜审你的不是本县，是提刑官宋大人。记住，提刑官问你什么，你要实话来说，切不要跟宋大人再说胡话。今夜不管什么官提审范民，范民只有一句供词：是我杀了王四。来呀，去掉刑具。本官今天叫你来，不是升堂审案，有几句随便的话想问问你。
是我杀了王四。本官今日不问杀人之事。那你为什么深更半夜把我一个人带到这儿来？曹沫，除了高堂老母，家里还有其他人吗？这跟本案没有关系。曹沫，我再说一遍，本官今日不问案。家父早亡，只有老母，别无亲人。连兄弟姐妹也没有一个？范明一出生，家父就因病亡故。家母为了我这根曹家的独苗，守寡30年。何来兄弟姐妹？也就是说，令堂大人守寡30年了，含辛茹苦将你养大，就是为了把曹家这根独苗抚育成人呐。来呀，给他看座。本官听过一个关于娘和儿子的故事，想必你也知道。说从前呢，有个儿子锁尽了娘身上的一切以后，还睁着不满足的眼睛看着娘。娘就说呀：“儿啊，你还想要什么呢？”儿子说：“娘，我想要您的心。”娘就把心给了儿子。儿子拿着这颗心，欢蹦乱跳地往外跑，出门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这颗心砰的一声掉在了地上。可这颗心蹦出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不要再说了，儿啊，你摔疼了。”不要再说了。我娘含辛茹苦一辈子，可我你却要身负刑场，马上就要去受死了。曹沫，你杀人越货，死有余辜，可你的母亲怎么办？她风烛残年把你养大成人，正当你报答养育之恩的时候，可你呢？你却让她为你去收尸。曹沫，你想到你的母亲了吗？你想到她那颗流着血的心了吗？告诉我，为什么杀人？我没有杀人。曹沫，你怎么在宋大人面前又说胡话呀？娘，孩儿不孝啊！曹沫，你为什么要杀害？大人，大人，你不是说过今夜不问案了吗？为什么又言而无信呢？好，不问，说不问就不问。曹沫，有另外一个问题，问问你不介意吧？什么事？我听说王四的那个老婆应该叫玉娘，是叫玉娘吧？
对，正是。听说这个女人好像长得很招眼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你要不想回答，可以不说。她是天下最善良、最善良的姑娘，可我曹沫差点毁了她清白名声。你什么时候认识玉娘的？不想说，可以不说。那是天意呀。曹沫，本官给你一个时辰，你能跑多远？临狱之囚，半步不能啊。凭你一介书生，看着比宋某还单薄，我谅你也跑不出个10里8里。要在以前呢，曹某恐怕未必会输给你啊。要是一条坎坷之路呢？大人，干嘛？对不起啊，普陀，3天之期已经过半了。可我明明知道曹沫有冤，我找不到真凶。纵然我官高他一级，我推不倒刑部批文。眼看曹沫就要人头落地，普陀，人命关天，人命关天呐！大人，我想起一件事儿，我要说出来，你们俩可别笑话我。都什么时候了，有什么想法你赶快说出来呀！我想起了头天被大人给认出的那个假病妇。这个时候你还想着那个娼妓？哎呀，我这是路过窑子碰上了。你可真有闲心。别打岔，英姑，让他说。王四被害的当天，是到山里去收取货银的，而发现尸体的时候，他身上分文全无。根据大人们推断，这个王四的被害是因为图财害命。而案发现场又在距离发现尸体的河西村上游10里以外的地方。卑职奉命到上游去走访，遇到了那个妓女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敢去图财害命的人，一定不是什么良民，肯定是惯盗。他会不会就是我们前些天逮住的那个惯盗团伙，现在关在县衙大牢里的？普陀王，跟我走。哎，去哪儿啊？下海捞针。哎，这不是抓我们那个大人吗？大人都带来了，走，都给我跪下！怎么了，各位？哎呀，怎么这一个一个的都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呀？啊，来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多谢大人，谢大人啊，谢大人，谢大人。这位兄弟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大人问我吗？啊，就是问你。小人没有名字。没有名字，本官怎么称呼你啊？小人在家排行老三，父母都叫我三子。那三子不就是你的名字吗？哎呀，这算个屁名啊！人家姓什么、字什么、会什么，还有号什么的，那才叫人名呢。我这只不过叫个印儿，跟猫猫狗狗的
差不多。成何体统啊！哎呀，三子，哎，这个名字父母所赐，没有贵贱之分啊。三子，以本官看，你在这班兄弟里边，啊，是最聪明的，记性最好。大人，您这可就说错了，是吗？我这帮兄弟当中啊，就我这个兄弟记性最差了。真的？这么说，你们的记性都比他强？这要看大人您问什么了。其实本官今天还真没什么可问的。这样，本官今天考考你们的记性如何？谁能告诉我，今年的8月初10你们干了什么？干什么呀？这不就是啊？哎，这可不对啊！这么近的事儿都记不得了啊？大人，8月初10我们不是打了一票珠宝店吗？哎，拿了人家价值万两的金银珠宝，不料被大人发现了，这就被带到公堂上来了。你看这记性，这不是不错吗？啊！哎呀，看来这个事儿离现在是近了点儿啊。咱们再说个远点的。去年的大年30那天晚上是什么天气？哎，大人，是下大雪呀。哎呦，那个雪下的呀，我们村里的茅草房啊，哎呦，被压倒了好多间呐。就是啊，我们还打野兔呢，给大伙儿解解馋。是不是？6月初6。6月初6怎么会想不起来呢？啊，谁能告诉我，6月初6那天是个什么天气？实在是想不起来了。哎，大人，您问那天干什么呀？本官再给你提个醒啊，6月初6那天天降暴雨，仔细想。哎呦，大人，这6月的天是孩子的脸呐，暴雨说下就下。这谁还能记得哪天下雨，不对不对，你能想起来，你肯定能想起来。我再给你们提个醒啊，6月初6那天有个木耳商人，他进山是去收取货银的，回来的路上必经你们诸位住的门前，你们一定不会忘了这个日子。再给我想。哎，好像是下大雨，没见过什么木耳商人呢。是啊，大人，您能说说那个木耳商人他长得是什么样吗？我要都说出来，那是我记性好，还考你们干什么？哎，是大人。哼，简直把法堂当作瓦舍戏场了。我再给各位提个醒，6月初6那天，那个木耳商人身上带着一样东西，这样东西对各位来说肯定不会视而不见。一个黄色的银袋子，上面绣着2个字。王四。三子兄弟，你是不是想起来什么？哎，不，范明记得去年6月初那几天，范明一直都在县城里踩点儿，不在家。大哥，你说对吧？是啊，大人，我们真是想不起来。
哎，大哥，先别动手，听我说，听我说。你我当初结伙的时候是怎么发的誓？没忘没忘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，四世财物，自断手足。还有一条更重要的规矩呢。盗人之财，不得沾人之血。可是你为什么杀人呢？我没杀人呐。宋大人，王四的银袋子怎么会在他的屁股上？真不可思议啊！是啊，这正应了乡间那句老话。三子，那句老话怎么说的来着？门旮旯里拉屎，天会亮的。对，现在天已经亮了，从实招吧。大老爷，我真的没杀人呐。你们说呢？三子，你不知道这位大老爷未卜先知吗？啊，咱们那点伎俩，只能骗那位县官，想骗这位大老爷，罪加一等啊！你就招了吧，招了吧，招了吧！大老爷容禀啊，大老爷，那银袋子并非小人杀人劫财所得，而是小人偷的呀。偷的？在哪儿偷的？在春香楼偷的。偷的什么人的？我不认识那个人。大老爷，你何不问问阿春，他可以为我作证啊。传。阿春，三子的银袋子偷自何人之手？那人的名字特好记，叫什么？王四。你再说一遍。就叫王四啊，那银袋子上有他的名字，王四。6月初几？6月初8。你怎么会记这么清楚？那几天正好大哥让我在县城里踩点儿，小的白天踩点儿，晚上在窑子里过夜。大人，他说的都是实话。这是四郎的钱袋子。你丈夫生前是否有什么仇人呢？家父为人和善，从不与人结仇。你能告诉我，在哪儿找着的吗？春宵楼。站住！哎呦，该说的我不是在堂上都说过了吗？干嘛跟着我啊？我就问你一句话。什么话呀？昨天晚上找你寻欢的那个男人是谁啊？昨天晚上我陪过3个男人呢，你说哪个呢？就是那个100年才遇上一个，烧成灰你也认识的那个。哦，昨天晚上你偷听了吧？别废话，快说。哼！哎呦，昨天我怎么忘了跟大人说了？说什么？你们不正找他吗？昨天晚上那个男人就是他。他是谁啊？王四啊！王四？啊！这就全对上了。正是这个李正杀死了王四，然后又劫走了王四的银袋子。这个李正又去了春宵楼寻欢作乐。对。可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个三子是这个姚姐的熟客。是啊。然后又顺手牵走了这个银袋子。就是。
英国，我要泡脚。大人，大人是不是还是不相信那李正是凶手？大人不是说过吗？刑狱命案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环节节节相连而成，而破案之法就是把所有的环节串联起来，并且一个个的解开其中的秘密。所以，如果有一个环节说不通的话，那么全案就无法连通。我在想啊，大人现在正在解开最后的一个环。环？什么环？哎呀，李正是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行凶作案的？哦。这三天总算是到了。普陀王，汉时是桥，训时就是坝。3天呐！今天正好是第3天。宋大人，与本案有关的一干人均已到齐，是否还有一个人没到？哎，宋大人，卑职说个笑话。要是真能挑出骨头来，那就不是鸡蛋了，是吗？那宋某试试，看看您这鸡蛋里能不能挑出骨头。曹沫杀人案，案卷当中已经有了详细的记载，这个人证、物证、签字画押一应俱全。这个蛋里到底有没有骨头呢？这话得从吴大人指证的第一嫌疑人玉娘说起。哎，宋大人，宋大人，卑职已经把玉娘从嫌疑中排除了。不，吴大人，玉娘可是你奸情案指证的第一嫌疑人，这话就得从她说起。去年盛夏，河西村李正前来报案，说他打捞起一具尸体。吴大人当即赶到现场，由于尸面俱损，尸体开始腐烂，现场众人居然无法辨认死者是谁，只是有人含糊地说，死者与木耳商人王四有那么几分相像。于是吴大人马上差人叫王四的老婆玉娘前来认尸。玉娘来了。奇怪的是，在众人反复无法辨认死者是谁的情况下，这个玉娘居然在3丈之外一眼就认出死者就是她的丈夫王四。四郎，岂不怪乎？那么解释只有一个，这个玉娘是知道她的丈夫要在此处被谋害的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她跟凶手商量好的。吴大人，您是通过这么一个常理判断此案的，对？我不，是小丽最先看破的。唐书立，大堂之上轮不上你说话。好了。我们姑且不说这个书吏是真有高见呢，还是另有隐衷。总之，吴大人，
您是认可了他的判断，才将玉娘缉拿归案的，对吧？的确，但是按常理，无独有偶，就在吴知县对玉娘之案心存疑团的时候，他又从陪同玉娘前去认尸的王婆嘴里得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其实说起来，这也不算是什么秘密，否则这个王婆怎么会知道呢？啊，这个王婆所说出的秘密，就是曾经有人在3天以前扬言要杀了王四，欲娶其妻。那么这么一来，一桩通奸杀人的案情就这么顺理成章了。那么在您看来，什么取证检验呢？当堂审问呢？没那个必要了。重要的是，赶快让犯人签供画押。吴大人，也是你贪功心切呀，怎么连这个玉娘在3丈之外能够认出王四如此重要的细节，你怎么忘了问了呢？不，宋大人，当时我的确是按照常理，可你忽视了一个细节。这个王四和玉娘是一对恩爱夫妻呀。夫妻之间总有比旁人更容易察觉的特征，这不也是常理吗？其实玉娘能够一眼认出死者就是她的丈夫王四，凭的就是别人不易察觉的一个小小的特征。什么？王四的一只脚上长着一个胼胝，他的尸体被打捞上来以后，自然是不会穿着鞋的。玉娘，在。这点你能够为本官作证吗？是。民女就是通过胼胝认出为夫。这大人是怎么知道的？道听途说，本官不是说了吗？别无长处，只是记性比较好。曹公子，这一点你好像也是知道的。哎，曹公子，你忘了，当时老身对你说过的呀。我说人家王四儿就是有福气，连脚趾头都比旁人多长一个。啊，对，王妈妈是跟我说过这话。同样的话，王婆在公堂上对吴知县也是说过的。遗憾的是啊，知县大人对如此重要的细节，你却充耳不闻。宋大人，卑职对这个案子的最后判定，不是通奸杀人，而是曹沫蓄意谋杀。对，这就是宋某从您这个蛋里挑出的第一根骨头。吴大人，你先以奸情案将奸夫淫妇曹沫、玉娘缉拿，然后又放了玉娘，改判曹沫大辟之罪。案情完全变了呀！怎么变的呢？如果不是通奸杀人，那他曹沫的杀人动机何在？大人，这边借不说话。宋大人，曹沫生性风流，他见玉娘长得漂亮，所以就顿生夺妻之心。他是想先杀了王四，让玉娘成为寡妇，然后再去找王媒婆为他们俩成其为好事。难道这不是他的杀人动机吗？说得好！就算是他有杀人动机，你考虑他的杀人时机跟作案条件了吗？第二根骨头。我们不妨通过这张图，看一看那日暴雨之中，玉娘与曹沫邂逅，究竟能干些什么。那日，玉娘去王婆的瓜店买瓜，出得门来，天降暴雨，不慎摔倒，瓜散落一地。巧遇曹沫，曹沫就帮玉娘捡起了瓜。见玉娘脚崴，欲伸手搀扶，玉娘未必男女之嫌，婉言拒绝，自己扶着墙回了家。如果说在那么一点时间里头，曹沫就见色起意想杀王四，那么他必须立刻掉头向东。
天降大雨，道路崎岖啊！曹沫必须一口气连赶10几里山路，才能到达你们所说的那个案发地河西村口，伏击被害人。然而事实却不像宋某描述的这样。当时曹沫不但没有掉头向东，反而向西去了王婆瓜店。曹沫在，王婆在。当时可是这样？就是这样。吴知县，他不去向东伏击被害人，向西去王婆瓜店干什么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因为曹沫他不认识玉娘的丈夫王四他回到王婆瓜店，不就是为了向王媒婆打听王四其人吗？说得好。曹沫在，王婆在。那天你们一个如何提问，一个如何作答，给我从实再说一遍。当时我确实问过王妈妈关于玉娘她丈夫的事情。民妇告知，玉娘的丈夫叫王四儿。那玉娘的丈夫到底是谁啊？就是那王四儿啊。那我干脆半道上把他给杀了，我让玉娘成为寡妇，我再把她娶过来。你要是有胆量敢杀了王四儿，不出3天，我就把人送到你府上。我老婆子真不敢说那种遭天打的笑话。哎呀，该死！该死啊！曹沫，然后你就离开了王婆瓜店，一口气连赶10几里泥泞山路，冒着倾盆大雨赶到了案发地点，刺杀王四，然后抛尸江中，对吗？宋大人的推断丝毫不差，曹沫对此也是供认不讳，而且早有供词在案。一派胡言，全是伪证。第一，他既垂涎玉娘美色，欲杀其父而取而代之，怎么会把自己杀人的计划告诉别人？第二，他去王婆瓜店打听王四，可并没有问清王四的体貌特征。我问你，一个人想杀人，连被杀者的体貌特征都没问清楚，他凭什么杀人？第三，那日你我同去河西，走了整整2个时辰，还让你差点犯了哮喘病。我问你，凭他一个文弱书生，如何能在10几里山路上冒着倾盆大雨赶到案发地？以上3点足以证明他既无杀人时机，又无杀人条件，这还不是伪证？宋大人刚才的推断真是精彩绝伦，但是卑职以为还是有牵强之处，恕卑职不敢苟同。那好啊，你完全可以挑一挑宋某的骨头。好。曹沫看到了玉娘，见色起意，产生了杀人的念头。到王四伏尸江中被打捞上岸，这中间整整隔了3个昼夜。卑职以为只需再将作案的时间向后拖延1夜半日，那么曹犯的作案时机和条件岂不全有了吗？不可能，王四绝不可能死于第2天。卑职以为也未必就那么肯定。玉娘，民女在。你丈夫何时离家？6月初6，就是那个雷雨天的一大早。离家之时对你如何说来？家父再三强调下午一定赶回，为我亲手赶寿面。是的，是的。那天玉娘上我店里买了好几个瓜，说是等她的4郎回来吃的。哎呀，宋大人没问你，你嘟什么嘴啊？孙大人，王四虽然说了当天赶回，但是路上有什么事情耽搁了，延误了归期，这也未可知啊。吴大人，能证明王四死期的还不止于此。还有什么呀？尸检验状上关于尸体的腐烂程度记载非常清楚，尸体在水中至少浸泡在3日以上，所以他只可能是死在回家的路上。精彩，精彩啊！小的正在做我小的正在做午饭。你还记得提醒大人吩咐让你随时听候传唤吗？
啊，是，小的大小也是个理政啊。我，哎呀，把他给我带走。差官误会了，小的是报案的，不是作案的呀。待小的把午饭用过之后再去也不迟啊。给我带走。走，快！不是小的肚子里还空空的，等吃过午饭再走吧。哼，以宋大人所见，曹沫便是清白无辜了。那么宋大人，卑职请问，这件血衣，宋大人作何解释啊？是啊，吴大人，你当初断定曹沫杀人有罪，凭的不就是这件血衣吗？吴大人，你手握生杀予夺之大权，难道就真的看不出来？宋大人，卑职还想请宋大人赐教。吴大人，第一，那日天降大雨，如果凶手穿的是这件血衣，血迹周边一定是模糊不清的。你看看这块血迹，显然没有经过雨水打湿。第二，如果血迹是死者所见，他可能见在前襟、后襟，但是你看前后襟这块血迹，一色相印，显然是有人滴血所致。第三，就是这位老母亲，为了有朝一日冤案昭雪，为我们诚心留的一个破绽。宋大人所言，卑职不甚明白。吴大人，案发何时？去年盛夏。去年盛夏，这件盛夏时节所穿的血衣，却是一件锦缎厚重的秋装。难道莫非？对，你猜的一点都不错。这件血衣就是这位老母亲为了把自己的儿子推上断头台伪造的。这太不合情理了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正是本官要问你的呀。宋大人，曹沫对此供认不讳，那供状上可有他的亲笔画押？说得好，就是这个亲笔画押又露出了一个天大的破绽。什么天大的破绽？曹沫，你本是个风流倜傥的书生，并无残疾。本官也曾去过你的府上，见过你那一手妙笔丹青。签供画押之时，你为什么没有用你习惯用的右手，而是改用左手了呢？大人，你看我这……对，废了。怎么废的呢？就是这位吴大人贪功心切，严刑逼供，屈打成招。娘，我受不了了，娘。老人家，县官老爷让我给您传句话：只要曹沫早交出血衣，早定案，他兴许会看在你老没人照料的份上，想办法免你儿子一死。如果没有找到血衣，案子就结不了，就免不了要一次次的过堂了。娘，我说了，娘明白了。
宋青天，替我儿伸冤呐！普天之下，哪儿有一位母亲要把自己的儿子推上断头台的？这位母亲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，其情其理，发人深省。发人深省啊，我的县太爷。宋大人，如果你要证明曹沫无罪，卑职心悦诚服。本官不仅要证明曹沫无罪，还要证明另外一个人有罪。那杀害王嗣的凶手，如果不是曹沫，一定另有其人。想必宋大人已经知道真凶是谁了。大人，启禀大人，卑职奉命，已将河西村李正拘传到堂。什么？报案的李正？吴大人，对这种小人，我倒觉着你应该拿出点行堂的威风来。升堂吧。升堂，带李正。你给我跪着！你从王嗣身上得了多少银两？没有啊，大人，我是好心将他打捞出水面，绝没有取他什么银两啊！胡说！王嗣那天进山是去收取货银的，他回来的路上身边一定带着足以让你眼红的银两。没有，没有，绝对没有！贪小，果真是你谋财害命！来呀，吴大人。怎么吴大人一坐刑堂来不来就愿意动刑啊？问清楚了，问清楚了再打不迟。谢大人，宋大人，在下大小也是个理正，绝对没有那种杀人劫财之事啊！本官知道你不是凶手，否则你根本就不会报案。是。但是你干了一件法所不容的事情，险些酿成大祸。那天你行至案发地，发现尸体，而且尸体必然是扑卧于水面。时当正午，地上没有其他行人，你将尸体打捞上来，发现银袋，顿起贪念，你将银袋藏在了河边的杂草丛中，然后才去报案。
淹死人了！天黑之后，你来到河边，取出银袋，意外之财让你心花怒放。于是你根本没有回家，而是乘兴去了城里的春宵楼。这位大爷等谁呢？不是来，进来聊会儿。我路过。哎呦，没事儿，来，聊会儿，来，不行，没关系的，大爷。我是正人君子，我是正人君子。没事的，大爷，再一回生二回熟，来，不行，走啊，来，进来呀，大爷，来呀。过来呀！大爷，过来呀！哎呦，大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急什么？脱！姑娘，我伺候过那么多人，没见过像你这么心急的。大爷高兴。大爷，那今儿你要是高兴了，我有什么好处啊？哎呦，大爷，看不出来呀！哎呦，嚯！你不像是个做生意的，身上带这么多银子啊！哟，脱呀！哎呀，脱！哎呀，来了！哎呀，你还等什么呀？快脱！还有一件脱呀！这位姑娘可以作证，我明明呢是把这银袋子放在桌子上。谁见你银袋子了？谁见你银袋子了？姑娘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我明明把这银袋子哗啦的给你抖过。这位客官，您别空着手来光占便宜，范诬陷我们是贼！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走出去！好，不用轰，我自己出去。我的东西就放在这儿。走吧，快走！走吧！呀，不用撵我，自己走。原来是你呀！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没想到吧？啊？算了吧，我一看那人丢了银子，我就知道准是你干的。这招叫做顺手牵羊。那银子可不能独吞啊！哎呀，赶紧数数吧！哎呦，这么多呀！这袋子上还有字儿呢。我看看。嘿，这两个字我倒认识，一个是王八的王，一个是1、2、3、4的4。
这个人怎么取这么奇怪的个名字啊？这个银袋子是用什么布做的？这么柔软光滑啊？那是上好的绸缎。哦，嘿嘿，正好拆了，回家给老婆做个裤衩儿啊！哟，真有你的！哎呀，对了，踩点的事定了没有啊？大哥让我来告诉你，明天早上还是老办法，请你帮忙。又是老办法，别让人给看出来了。嘿，那县官最怕出事了，出事他得捂着，他能识破大哥的妙计啊？啊？哎，对了，那银子怎么分呢？哎呀，你说怎么分，到时候咱们就怎么分，啊？真是，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一样，可这恰恰都是真的。莫非大人亲眼所见不成？是也不是，从实招来。既然大人都一清二楚了，小的也无话可说了。但是我绝对没有杀人，大人。可正是因为你盗走了死者身边的银两，才使本官误入歧途。我一直认为此案是谋财害命，险些贻误断案时机，酿成大祸。你掐指算算，离53刻还有几个时辰？小的知罪。身为一村里正，自然知道此罪该如何处罚。按律，该打20大板。40大板。对，40大板。40大板。既然已经认罪，该挨的打是免不了的。拖下去，打。大人，小的身体虚弱，经不起40大板呐。对你这种人，本官不会心慈手软，能不能挨得起40法棍，就看你自己的命了。不妥，到，拖下去，打。是。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哎呀，大人饶命啊！哎呀，宋大人，这个李正确实是可恶之极，但是杀害王四的凶手，本案无凶手。那日王四进山，尚是天晴水浅，可是他回来以后，一场暴雨过后，山洪爆发，河水陡然湍急了起来。也是这个王四啊，心中惦念着盼夫回家的玉娘，冒险趟水过河。等他行至河中间的时候，水越来越大。终于不幸失足落水。玉娘，宋大人，如果王四是溺水而死，他身上的多处刀伤，您又作何解释呢？那不是刀伤，吴大人，是被石刀树枝划破所致。如果你当初按照检验尸情的章程仔细检查，本来是可以弄清楚的。宋大人，可是这个有什么疑虑可以说。如果王四是溺水而死，卑职以为，那也就是一种假设和推断，并没有目击的证人。言之有理呀，吴大人。遇事莫重于大辟，大辟莫重于出情，出情莫重于检验。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，那么宋某的推断就只能是假设。要想获得确凿的证据，必须得到玉娘的首肯。玉娘，在。本官要开棺验尸。
王嗣之死，到底是不慎落水，还是死后抛尸？取其骷髅一验，立见分晓。验窟，需先取验醋将骷髅洗净，然后擦拭表面，看看骷髅表面确实没有其他裂隙。然后取热汤，从顶门穴灌入。吴大人，活人溺水，以鼻息取气，加之水中挣扎，必有水中的泥沙吸入脑中。要是死后抛尸，其气息已闭，便不会有泥沙进入。王嗣到底是不慎落水，还是死后抛尸，马上就有结果。吴大人，不知本官用这个漏窟法得出的结论，是否令你信服啊？卑职五体投地，卑职也觉得惭愧得很，因为当时未按尸检章程细做检验，险些酿成千古奇冤呐。好在本案无凶手。不对，本案有凶手。本案有凶手？吴大人，你忘了刚才本官曾经说过，不仅要证明曹沫无罪，还要证明一个人有罪。王嗣之死确无凶手，但这个曹沫之冤却是有凶手的。这个凶手不是别人，就是吴知县你呀。我？宋大人，卑职无非是办案无力，大意失察，但你指我为凶手，这岂不冤枉死人了吗？当初你是否将曹沫与玉娘同囚一室？不。对，因为当时监内确实没有女牢啊。你胡说！吴苗水，一开始你就把本案定为通奸杀人，求供心切，你就严刑逼供；三考之下不得口供，你就独出心裁，将玉娘与曹沫同囚一室。吴苗水，那么在你想来，既是奸夫淫妇，夜半无人之时，总要串供商量。但是，你没有想到的是，这对所谓的奸夫淫妇说出的真情，与你想的恰恰相反。玉娘在。你在牢中听到的脚步声，必是出自此宫。吴苗水，站在一旁。如此简单的一个溺水案，搞成这么复杂。曹沫，大人，本官不得不说你两句。王嗣之死与你无关，但是你饱读圣贤文章，什么话不好说，非要说那两句没用的屁话，差点害了自己性命。回去好好侍奉母亲，不要再信口开河。是。王婆，在。一把年纪的人了，明知人家是戏言，还以讹传讹，自己张嘴也是活该。是。唐书吏。大人，就是你一番说书般精彩绝伦的推断，堪堪让玉娘蒙受不白之冤呢。我判你个蓄意伤人不为过吧？回去好好做事。
吴苗水，你明知曹沫有冤，如果当时知错就改，尚为时不晚。但你担心呢？你担心曹沫走出牢房以后，他那条断臂就成了你业绩上抹不去的污点。更何况，你放了这个不是凶手的凶手，又到哪儿去找一个真凶呢？算了吧，草草结案吧。况且你已经偷听到了曹沫有打算承担罪名这个事实。既然如此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你断案得到朝廷的褒奖，无辜的人却要付出性命。吴苗水，你说，你不是凶手，谁是凶手？宋大人，卑职有罪，知法犯法，法不可恕。娘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走吧。